二創比原創流量還要高，從模仿爭議到全球簽店，霸王茶姬如何在茶顏悅色陰影下殺出血路的？用6年時間從西南邊陲小城殺向全球市場，截至2024年底，全球门店突破6440家，在東南亞市場单店日銷最高達1.2万杯。甚至在馬來西亞磁場街創下排队3小時的記錄，尤其是伯牙绝弦，7年賣出6億杯，還被外媒稱為中國茶的星巴克，前幾天也成功上市，成為首家登陸美股的中國新茶飲企業。可当喜茶還忙着聯名奢侈品，蜜雪冰城主攻下沉縣城時，霸王茶姬到底是如何在20到30元價格中殺出重圍的呢？當翻開其商業版圖，會發現這杯東方茶的崛起並非偶然。2017年霸王茶姬首店開業時，茶顏悅色已在長沙深耕3年，創始人張俊傑17歲開始打工，從員工到店長再到區域經理，最後自己開創自己品牌。即便一路抄襲，但最終也成功逆襲。其中伯牙絕弦直接模仿茶顏的生生烏龍，兩者都以綠茶加鮮奶為基底，網友不禁直呼，這不就是雲南版茶顏悅色嗎？連蓋碗茶杯店都抄得一模一樣。除此之外，最有爭議且抄襲最成功的還是它的包裝，在這一點上，霸王茶姬簡直是奶茶包裝的資深玩家。2022年霸王茶姬推出的烏龍系列包裝竟與古馳如出一轍，甚至做到了幾乎一模一樣的程度。2023年3月的櫻花烏龍包裝則抄襲香奈兒的山茶花，使用的玫紅色也與华倫天奴品牌的標誌性色調不謀而合。8月推出的山野小藍杯再度引發爭議，與 LV 的某款外衣設計極為相似，但最惹爭議的還是2023年12月霸王茶姬推出的新包裝，直接撞臉迪奧。當時的迪奧深陷抄襲馬面裙設計的醜聞中，這一現象使得公眾紛紛斥責迪奧，轉而將目光投向霸王茶姬，將指代搖身一變成為迪奧首代的平價替代品。霸王茶姬也憑借這一點直接火爆出圈。但與當初振興雞排的野蠻加盟形成對比的是，霸王茶姬的擴張堪稱教科書級別，採用區域代理加單店加盟雙模式。为了能很好管理，在選擇區域代理時就表明要求代理商必須要有多年的餐飲經驗，首批投資不得低於500萬，這一要求直接甩掉了90%的人。而單店加盟也設置了門檻，必須要通過8周理論和10套的培訓，合格的人才能加盟霸王茶姬。在這種精英加盟的策略下，霸王茶姬門店增長急速上漲。管理難題相比同行業低於一大半，相比奈雪、喜茶等茶飲的供應鏈，霸王茶姬簡直做到了完美。因為主要原材料是茶，張俊傑直接在雲南自建了3000畝的茶園。這樣一來，採購成本直接降低同行業的20%。當多數茶飲品牌在料多料少上做文章時，比如書藝燒仙草，說好的一杯奶茶半杯料，背後卻被成本活活壓死。霸王茶姬只選擇深耕茶味載道，秉持着少而精的原則，一年僅推出3到4款新品，做到把每一款都送上熱門的地步。可事實上，霸王茶姬也真的做到了。款款新品都成了門店现象級单品。霸王茶姬之所以能如此成功，是它從茶園再到茶杯全面把控，能夠使飲品在成本與品之間找到最優解的結果。而在海外市場，霸王茶姬既保持了原葉茶辨識度，又融入了當地飲食文化，成功避免了海外顧客陷入水土不服陷阱。比如在東南亞市場，霸王茶姬就實現了中國茶與南洋味的融合。一直以來，霸王茶姬都懷揣着成為東方星巴克的夢想，於是一路擴張，門店大幅增長。但快速擴張也給他帶來了諸多管理難題。2024年，河南一家霸王茶姬門店竟將離職員工身份信息公開張貼，規定其3年內不得從事霸王茶姬任何相關工作。在馬來西亞市場，霸王茶姬推出榴蓮口味的貓山王雪頂，但因榴蓮氣味濃烈，導致部分消費者投訴掩蓋茶香。不過，霸王茶姬也不是沒有機會成為東方星巴克，它專注原葉鮮奶茶，順應消費者對健康茶飲的需求。截至2024年底，用戶數量已經達到1.77億。伯牙絕弦累計售出超6億杯。若能解決管理問題，加強員工培訓與關懷，完善加盟店監管體系，同時借助上市契機，在研發、供應鏈上多籌謀，在海外市場推出符合當地口味的產品與服務，或許真的讓美國人真是全球消費者都愛上中國茶飲，成功打造出東方的星巴克。